平常呢，我們用 Google 表單做出來的畫面呢，就是長這樣子。那你知道呢，我們也可以把 Google 表單的這種問卷調查內容變成這樣子哦。要怎麼做呢？往下來看吧。Go！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湯。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，Google 表單制作出來的問卷調查的這個畫面呢，看起來呢都是非常簡約的。平常我們要修改樣式，最多就是改顏色，做一些分頁，插入一些圖片，讓它看起來好像比較豐富一點。但其實呢，大家一看都知道，這就是 Google 表單嘛。那到底要怎麼做成像我們前面提到這樣子的專業的畫面呢？其實呢，以前就做得到了，只是以前要做到的話呢，自己要有一些專業技術存在。但是現在有 AI 的輔助之下呢，我們可以很簡單的達成這樣的需求哦。好，先給大家看一下呢，這個呢就是平常我們用 Google 表單制作出來的問卷調查，最多就是長這樣子。如果你想要再美化呢，能做的很有限，最多就是改顏色啦，加一些圖片進去啊，讓這個表單看起來可能稍微更好一點點。但認真來說呢，你要離這種專業型的問卷調查的畫面，還真的差蠻遠的。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要把這樣的表單到底要怎麼可以做成像這樣子。而且一樣是送到你的 Google 表單的回復裡面去哦。好，那我們往下就來一個一個去制作。好，首先呢，你要先準備好你自己要使用的這個問卷調查內容。那這個問卷調查內容呢，你可以在 Google 文件上面去打好，或者是呢在 Word 上面打好，再把它貼到 Gemini 來也可以。那今天因為我這邊沒有準備，我先讓 Gemini 呢去幫我生成一份完整的問卷內容。那重點呢，這個問卷內容呢，建議大家先不要做任何的分頁。後面會比較好做一點，好，我們把它送出。好，這邊呢，它幫我生成一份這個範例出來了。那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麼在 Google 文件或者是 Word 上直接打出問卷內容的這個格式的話，你可以參考一下它生成出來的這個格式，按照它這個格式來直接打就好了。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先到 Google 表單去一個一個去修改的制作，你可以到 Google 文件或是 Word 檔上面直接按照它的規格來把問卷調查的內容做出來就好了。那我們有了這個問卷的內容之後呢，接下來我們就要先把這個問卷內容做成 Google 表單。那這個部分呢，相對就簡單很多了，我們只要給它一個指令，就是說幫我把這份問卷調查內容生成 Google Apps Script 的程式碼，產生 Google 表單。好，這個部分呢，如果你是自己已經有設計好問卷內容的話，那你就是給它這一行 prompt 之後，再往下貼上你自己的這個 Google 問卷的調查內容就好了。好，這邊呢，它就幫你生成好 Google Apps Script 的這個程式代碼，那你就直接把它複製下來。接下來我們可以到 Google 雲端硬碟來，然後點擊左上角的新增，更多裡面找到 Google Apps Script。好，這邊點擊建立指令碼。預設呢，這邊會產生2行這個程式代碼，你不用管它，直接把它全部刪掉，然後貼上我們剛剛在 Gemini 那邊產生的 Google Apps Script 的這個程式代碼，然後上面按下儲存。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執行它，這邊會跳出審查權限，你就點擊之後選擇你自己的 Google 賬號。然後這邊允許權限呢，基本上就是你允許自己去使用這個 Google Apps Script 的程式代碼，就這樣而已。那所以你按繼續就好。好，執行成功的話呢，這邊就會出現你這個 Google 表單制作出來的這個編輯的連結，或者是給別人填寫這個問卷調查的這個連結，會有2行出來。那如果有出現錯誤的話呢，你就把錯誤訊息直接複製下來，再丟回去給 Gemini 做修正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們這2個連結都複製給大家看一下。首先第一個是編輯表單的這個連結，好，這個就是我們平常自己用 Google 表單制作出來的這個畫面嘛，就是長這樣子。那你透過 Google Apps Script 來生成的話呢，就會快很多。好，接下來第2個連結，我們把它複製下來。這個呢，就是當別人填寫的時候，長了這個 Google 表單問卷調查的這個內容的畫面嘛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怎麼把這個去做美化。就像我們剛剛前面給大家看的那種很專業問卷調查的感覺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們先確認一下，我們在編輯表單這裡右上角已發布這裡看一下，作答者是不是知道連結的使用者？你要確認你是有公開這個連結，讓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作答頁面。如果沒有，你就按一下管理，把它改成知道連結的使用者就好。然後按下儲存。接下來我們第2個步驟呢，就是在填寫問卷的這個頁面，也就是呢你剛取得了第2個的這個連結。好，在這個頁面呢，我們右鍵檢視原始碼，然後 Ctrl A 把它全選起來，然後再 Ctrl C 把它複製起來。
好，複製這些全部的內容之後，我們回到 Gemini 這邊來，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回到 Gemini 這邊來，告訴他呢，讓他去連接我的 Google 表單的內容，然後製作一個 HTML 的畫面，基本上就是按照你的主題內容來美化頁面。如果你有需求的風格，可以在這邊也告訴他。那如果沒有的話，他基本上就會自己按照你的這個主題內容，然後大概的去製作。Prompt 填寫完之後，往下你就空格一下，貼上我們剛剛在這邊複製的這個原始碼。好，然後就可以選擇工具，選 Canvas， 然後這邊我們就把它送出。好，這邊呢就幫我們生成完畢了，看起來是不是就專業很多了？質感完全不一樣。我覺得這讓人家填寫問卷的這個意願呢也會高上不少。好，那我們這時候呢就來試看看填寫這個問卷內容，看它到底能不能幫我們送出到 Google 表單那邊去。好，填寫完之後，我們來提交這個調查問卷內容。好，送出成功了。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。好像我們剛編輯頁面這裡有可以看到回復有正確的送出，那你可以確認一下是不是每個問題這邊都有得到這個答案，如果都有的話，那就代表沒有問題。那你可以連接到試算表，這個後續大家使用應該都沒有問題啦。就是除了在這裡看到這個回復內容之外，你也可以連接到試算表，建立一個 Google 試算表來查看這個回答的內容，有沒有？我們可以這邊再更仔細的看一下，我們剛剛每一個欄位送出都有來到這裡。好，那如果都沒有問題之後，你就可以在 Gemini 這邊呢，點擊右上角的共用，然後按分享，然後讓別人呢填寫問卷的時候，你就可以改用 Gemini 的這個連結，讓別人去填寫問卷調查。它的畫面呢就會長這樣子，有沒有？看起來就更加專業了。我覺得這個會增加不少填寫的意願啊，那看起來也更加的有品質。所以呢，之後大家在創建這種 Google 表單的問卷調查的話，可以試看看搭配 Gemini AI， 然後把它生成這樣的頁面，然後讓人家去填寫就可以了。那後續呢，大家如果想要再變換一個風格呢，直接到 Gemini 這邊來跟他溝通就可以了。那至於欄位的部分，如果你只有變動到文字內容的話呢，這是沒有關係的，一樣可以使用。但是如果你有增減行列的話呢，你就必須要讓 Gemini 再去重新產生這個頁面，這樣會比較精準一點，才能去正確的去對應你新的 ID。好，最後如果你今天的這個問卷呢，想要做一下分頁的話呢，不要在 Google 表單這裡讓它去做分頁，記得我們一開始也是讓它不要有分頁的內容來產生問卷調查。如果你真的需要分頁的話，你直接在這邊告訴 Gemini 你的分頁要斷在哪裡，讓它呢針對你的網頁去進行分頁就好。如果你在問卷調查這邊做分頁的話呢，會比較麻煩一點，因為呢，像我們在這裡取得原始碼的時候會被這個分頁斷開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分頁，就是在後面這邊去製作就好了。那前面問卷調查最原始的那個畫面，不要讓它做任何的分頁。那大家就去試看看吧。看完上面的教學之後，你是不是也製作出好看又專業的問卷調查的畫面了呢？今天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咯。如果喜歡今天影片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還有開啟小鈴鐺。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關教學的話，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哦。我是阿湯，下次見，拜拜。